原来你爸是被……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得了什么病。小小，这事儿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明白。哎，你妈刚才真的是情绪太激动了，把我吓死了，差点把你给打伤了。我早就习惯了，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什么？我爸出事儿之后，他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儿，或者是碰到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，他就会变成这样，情绪就没办法控制。不过，看来你妈真的很爱你爸。你知道吗？我妈年轻的时候，是这个县城昆曲团里最有名的正旦。她最出名的2个戏，一部叫《桃花扇》，一部叫《牡丹亭》。每次只要剧团有慰问演出，县里的那些男女老少就会放下手里的活儿，赶过来一睹她的风采。而我爸呢，当时只是剧团里的一个新来的木匠。我妈当时风头正劲，我爸却默默无闻的，所以我爸虽然心里一直爱慕着我妈，但却因为身份的差距，没有办法把这份爱意说出来。我妈，她开始只觉得我爸这人忠厚老实，也没往别的地方想。我爸的性格，从来不会为自己去争取什么。喜欢一个人，只要看着他每天过得好，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。换句话说，按照我妈当时的势头，要是能真的嫁给一个好人家，我爸也会衷心的祝福。但没想到，一切都变得那么快。我妈总是那几部传统的剧目来回的演，观众也开始听腻了。剧团为了卖票，不得不开始排演更年轻、更活泼的剧目来迎合观众。我妈不肯，她想坚持传统，但很快就被一些更年轻的演员代替了。也许是意外，也许真的是命中注定。在那场演出里，我妈腰上的旧伤突然复发，也就此终结了她的演艺事业。清芳，只要你愿意，以后我养你。你爸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，在你妈最风光的时候，他默默陪着她，不打扰；在你妈最落魄的时候，他不离不弃。他们结婚之后，我爸就用自己一点一点攒下来的钱，在县城里开了一家五金杂货铺。他还会做木雕，所以就把木雕当成了副业。我妈呢，就在店里给他做帮衬。他们结婚的第2年就有了我。我们一家3口，虽然日子过得有点拮据，但是也和和美美的。我只是不愿意让我爸妈过一辈子的清贫生活。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。所以我知道，我唯一的出路就是高考。是729450729。哎，怎么了？好，谢谢。
怎么啦？爸爸，你快说话！考的不太理想。哎呦，不可能！我估过分了。403。哎呦，这吓人啊！真挺高啊，乔乔。那我可以去华大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吓唬我！是。对。你老想着去华大，去华大，在本地读师范不也挺好的吗？毕了业还可以当老师，不用去上海。是，但是上海啊，对小小的今后的发展有好处啊。总像着他。妈妈是舍不得你啊。你舍得呀？是我也不舍得，但是爸爸支持你啊。既然决定去上海了，那就好好学，拿出优异的成绩来，然后给妈妈、给爸爸看啊。来吃。孩子长大了啊，有选择了，成长。来，你不高兴吗？啊？那成长也不能说跑那么老远。我不吃，你吃。是我这有肉，你吃。哎呦，一把年纪还秀恩爱学呀？酸吧？哎呀，祝贺啊！真甜呐！啊！你问清楚了吗？第一志愿怎么能调档呢？我们不是超过录取分数线11分了吗？他这个学校就是这么说的。就现在这个情况，就是好的结果能上个普通2本，就差一点的就得落到3本了。老严，先吃饭吧。啊，我吃不下，我不吃了。你叫小小，让小小叫，我去叫吧，去叫。小小，你干什么去？小小，教育局讨个说法去。你不要去，我去。你在这等我，爸爸拿包去啊！你等我。我自己去。吃完饭再去啊！您再帮着查一查吧，啊！跟你说了，这事我真管不了。警察同志，一会儿家属来了，我能不能见一下？这件事情啊，根据现场的几个目击证人提供的口供，我们初步判定，是由于对方闯红灯所造成的事故，属于对方全责。考虑到家属的情绪呢，见到你们之后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刺激，所以我觉得咱们这边呢，还是尽可能的回避一下。那有警察。
夫，大夫，大夫，孩子他趴在哪里？老袁在哪里？尽力了，姐顺便吧。您好，我叫郑建国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真的很遗憾，对不起。如果有什么条件，您尽管提，我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。刘女士啊，首先我们要告诉您的是，肇事司机叫程鹏，郑建国他只是当时车上的一名乘客。其次呢，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已经复核过了，是因为您的丈夫闯红灯才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。对方呢，人家是正常驾驶，也没有饮酒，事故发生之后也没有逃逸，第一时间选择把您的丈夫送到医院里全力抢救。所以啊，您不能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，我们也不能给您立案。当然了，对方也说了，愿意对您进行一些这个经济上的补偿嘛。我不要钱，我要命。告诉我那个叫程鹏的现在在哪里？他撞死了我丈夫，一命还一命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刘女士，您听我再跟你解释啊，既然对方他不构成交通肇事罪，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没有法律明确规定，您是不可以见他的。并且我觉得，现在您的这个情绪有点激动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，确保这中间不会再发生什么二次的伤害嘛，对吧？你们不管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妈逢人就说，我爸是为了去给我争取一次重新报志愿的机会才丧命的。当时媒体也来报道，这事儿引起了教育局的高度重视。学校调取了我的高考成绩和档案，决定网开一面，最后给了我一个调剂名额，把我从原先调档的国际贸易系调到了金融系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原本你我赵雨环，我们三个应该是一个专业的。我懂了，所以你妈会怪你。她觉得，要不是你一定要考上海的华大，你爸……我刚才就应该去继续追那个什么郑建国，抓到他，然后逼他说出来撞死你爸那个人是谁。他现在在哪？我们找到他，这样你妈就不会怪你了。他要是愿意说，他早就说了。而且我知道，撞死我爸的人是陈鹏，他其实不过就是个帮凶，我才是主凶，是我害死我爸的。我妈恨我是应该的。小小，你可千万不要这么想，你才不是主凶呢。你妈妈不会恨你的，你是她女儿啊。我爸除了是我爸，他也是我妈的爱人。我害死了我妈的爱人，我妈能不恨我吗？我如果只是个路人，我妈完完全全可以像恨郑建国一样恨得咬牙切齿。可我是她女儿啊。我妈虽然看上去暴躁刚烈，
但他其实是株菟丝草，而我爸木讷老实，其实是我妈攀援而生的大树。树毁了，这草活着的意义也不大了。我妈在我爸出事之后自杀过一次。什么？那后来呢？后来被救回来了，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个多星期。但是后来我们为了还医药费，还有维持以后的生计，就不得不把我爸的五金铺给卖了。所以，你从那以后，你们家就没有经济来源了，是吗？所以我大学4年才一直都在打工啊。我妈那次自杀被救回来之后，她自杀的念头就从来没停止过。我在她病床前，我跟她说过，我说如果你还是想要去死，那我也就不活了。你用什么办法去自杀，我也用什么办法去死。小小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。好了，都过去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真是太混蛋了。小小，对于你而言，大学不仅仅是大学，学位不单单是学位，可是我却，我真的是个混蛋。好啦，都已经过去了。现在你知道我家的情况了，贫穷、无助、绝望，甚至还有点可怕。你还会接受这样的我和我与众不同的家庭？如果你愿意接受，我永远都不会松手的。小小，不论你的家庭是什么样，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保护你。放心吧，小小，我在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收一下。妈，这样，你先别进去了，我怕他看着你又受刺激。我进去跟他说吧。没事儿。郑建国追着了，追了，他跑了。跑了，你们去那么久？我跟小小在河边散了会儿心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他那16万是不是跟郑建国要的？不是，阿姨，我给你发誓，我拿我所有的发誓，这钱绝对不是郑建国的，真的。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小小的老板呢，他是一个善良、优秀，而且还大方的人，他还跟你们是老乡，所以啊，他那个人就特别喜欢帮助一同在上海奋斗的小老乡。还有一个道理就是，他是一个大企业的大老板，所以呢，他这个16万对于他来说就相当于，
咱们普通人的16块钱。是这道理吧？嗨，我再跟您说一下我的心里话。我想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，到时候您和小小就不用担心了，你嘛就绝对不会再问别人借钱了。我可以的。你小心点儿。没事啊。没事。那我出去了。哎，这个真好看。我妈怎么样了？我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嘿嘿，你妈没事。我跟你妈说了，是你那个又优秀又善良的老板借你的钱。哎，你妈也会做模调？她当然不会了，我爸才舍不得让她干这些粗活呢。我爸说我妈的手是唱戏人的手，平时让她做做家务、煮煮饭已经够委屈她的了。我看你妈又在那儿做木雕，可能是想你爸了。我去煮饭。好，哎，我帮你。你妈喜欢吃什么？咱们一起弄点她喜欢吃的啊！好，来来来。整谁微信呢？既然舍不得，就别枉做好人。你多想了吧？最好是我多想了，最好在你心里真的只把那个严小晨当成妹妹。你别忘了，人家是有男朋友的。哎，我说小雨啊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？不是你就不觉得这段时间你很奇怪吗？哪奇怪了？你知道当初为什么找你合作吗？就是因为你跟我一样，咱们俩都是工作狂，一天24小时恨不得当成48小时来过。而且你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你永远不会因为一个人或者任何事去分心。可是自从你回国以后呢，我就发现你这个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，特别是这个严小晨进了公司之后，所以你这种种表现，我不能不怀疑啊。小雨啊，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特别像什么吗？什么？像一个吃醋的女人。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像 Cindy？ 是我学的不像吗 ？Cindy， 大哥，性质虽然不一样，但心情是一样的。你说你每天愁眉苦脸的心事重重，你心里要是真有什么事，其实你可以跟我说的，兴许我还能帮上你呢，好吗？这也太少了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情况怎么样？好，慢点啊！我知道了。拜拜拜拜，走了，拜拜。师傅停车！司机停车！你不想活了？帅哥，加微信吧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没事吧？没撞着你吧？没事，没事，一点事没有。谢谢啊。
你可以松手了。拜拜。这人怎么这么奇怪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走。洗完啦？嗯。看什么？再看你的过去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？发现什么？你过去的这些荣誉，你妈都给你留着呢。这说明啊，她嘴上说恨你，其实心里呢，特别爱你。我们家没有空调，你凑合着用吧。哎，谢谢妈。你早点回房间睡觉哈。哎。哎。你看见了吗？我刚才叫他妈，他默许了，还跟我笑，他笑了，哎，他默许了，还对我笑呢。啊，妈，看你激动的。妈，妈，哎，是妈送的电风扇。快去吧，我要睡了。哦。妈送我电风扇，我拿走了啊。早点睡。晚安。晚安。我无家可归了，你愿意收留我吗？我要是说我不愿意呢？那我就完蛋了。我离家出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，就带来这么个包。就算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有你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让你找你妈要的户口本呢。等你先拿到你的户口本再说。你认真的？哎，干嘛去啊？回家偷户口本啊！哎，咱俩现在这样，不就挺好的吗？有道理，又好像没道理。不过，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情。干嘛？哟！哎，你给我放开！哎呀，这以后就是我的城了。笑笑，我有很多梦想，每个梦想里面都有你。爸，您放心吧，我现在很幸福，我想我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的。哎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谢谢。早。早。事情处理完了？解决完了。你现在整个人啊，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烦恼了，也特别轻松，看起来也开心多了。接下来就要好好工作了。没问题。陈总，上次你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我现在有答案了。沈侯他对我来说，不是烛火，也不是灯光，他对我来说是太阳。有点肉麻。啊，有吗？郑总早。早。那我注意点。郑总早。早。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差点和沈侯成同班同学，但是我高考的时候出点事故，我高出了录取分数线11分，但是我还是没能上第1志愿的华大国际贸易系，我最后勉强调档调到了金融系。事故？算了，具体的我就不跟你说了。高出这么多分还调档，
不应该啊。所以我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呀。你要不要喝咖啡？我帮你磨一杯。啊，不用，谢谢。我之前让你帮我查侯月珍的事儿，查的怎么样啊？事情有点棘手，好像有人故意隐瞒了什么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吴总，中辉这个项目再不推进，会把我们前期投入都打水漂的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中辉的情况特殊，现在暂时停下来，是为了避免决策上出现重大失误。等这段时间过去了，我们再重新推进。但吴总，这中间的损失怎么算？我们要是现在不跟进，到时候让别人抢了先机啊，那后悔也来不及啊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二位，正好说到这个问题，两位又是负责中辉合作的，这个项目目前前期账目有一些问题，我想向两位请教一下。账目问题？吴总监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作为咱们公司财务总监，对项目资金的投入有一些疑问。吴总啊，这倩倩好像对我这个叔叔有点不信任了。哎呀，倩倩不是那个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不相信二位，只是这个项目资金流，它的确没法。我在公司做了20年了，一直尽心尽力。怎么，现在当着大家的面怀疑我？中辉的事情啊，我们是检察院的，哪位是吴天胜先生？只是了解情况，回去跟妈妈说，不要担心。倩倩，你怎么还没走？下午人事部的人说，公司因为面临危机，部分员工停职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这不马上要走了吗？我来给你告个别。有什么可告别的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毕业的时候我们已经告过别了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我以为我们至少也算朋友嘛。朋友？你是这么想的？不是吗？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朋友。只有利益。相信朋友，就是我这样的下生。看到了吗？我这就是相信朋友的结果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什么倒霉的事儿都发生在我身上？老天爷他从来都不公平，要报应也应该报应在背叛我的人身上。你还在记恨严小晨啊？难道不是吗？难道不应该报应在他身上吗？那你先看一眼赵总那个项目，
聊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吧？看我干什么？据我所知，国家劳动法规定，每日的工作时长不能超过8小时，每周的工作时长不能超过44个小时。他早就超了吧？你这么拼，别人会以为我们爹是克扣员工呢。程总、乔总，我这不是欠着债主的钱嘛，想要早点还钱，所以才要加倍的努力，好还清债务。这是我自愿的，公司没必要负责。债主，你这么想，你的债主应该很欣慰吧？听说日新科技那个项目分析案被 Cindy 驳回了。一次不行就再做一次嘛，秦总能不做？这么说，下午的会议上能看到你的第2版方案。嗯，我很期待。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也很期待。日新科技现在的资信等级频道的是3A， 万和科技频道的是2A， 谢谢。所以说，你的这份方案，日新科技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。对。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别的建议？这份报告数据详实，参考了日新科技和万和科技，包括经营状况在内的所有必要数据的综合评估，而且连信誉度抽样都有。说实话，我是第一次看一个新人把一个分析报告做得如此面面俱到。我没有问题，非常好。谢谢乔总。我还是第一次听乔总这样评价一份报告啊。不是，主要是他对得起“一定”那2个字，对吧？那好，那这个项目就交给严小晨负责了。好，乔总。大家还有别的事情吗？没有了。散会。你好像没有想象那么开心啊。意料之中呀。那你那个债主应该很开心吧？因为他很快就要收到你的还款了。他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。好吧，加油。好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好，电梯在哪？这边。邓总。严小姐，很期待跟你合作。哎，开始吧。现在呢，对目前国内二手车市场的主要的销售模式啊，是基于评估费和租金两大项。猴子，出来撸串。不去了。你什么情况？快点，别关键时候掉链子啊！我要睡了。不是吧，大哥？才10点钟，生活才刚刚开始。Come on， 晚安。猴子，你变了，我不再是你心中最重要的人了。
早啊！走。哎，听说你和日新那边谈的挺顺利，合同都要签了。全公司就属你的消息最灵通。哼哼。哇，你这是真谈成了，有效率。Cindy 姐早，Come in。这是按您要求修改好的日新合同，您看一下。放那儿吧。好。出去了。喝水啊。谢谢。这些都什么？你敷这些干嘛？当然是有用的了才敷衍。哦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是，麻烦您帮我转告一下邓总，我们这边会尽快的，会尽快给你们答复。好嘞。哎，好，再见。魔女是不是故意拖你时间，不给你签字啊？我刚才进去看了一眼，我早上放在那个位置上的合同，他连动都没动。这不是他的风格呀，这办事效率一向不高。我就说他故意针对你嘛，上次邓总、罗总来那次，对吧？哎呀，你就不要放在心上嘛，就是一次合作没有成功，你就当是教训呗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职场法则3大条，一顿饭我免费告诉你。好，等你默认了。第一，不能得罪上司；第二，不能得罪顶头上司；第三，不能得罪难缠的顶头上司，尤其是女上司。不过也不是没有破解之法了，2顿饭。好，你又默认。首先你要学会示弱，然后要学会服从，最后要表露你的忠心。如果这3条都没有办法的话，还有第4条。什么？走位上策。走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可能会走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项目我势在必得。哎呦，小陈，你来公司时间长了，你就会知道，任何因素都有可能让你的项目谈不成，就别往心里去了。如果合同谈不成，项目拿不下来，我不仅拿不到提成，公司也会是一笔损失。那公司又不是每一笔钱都要挣，每一个项目都要谈成的喽。那员工才要争取让公司每一个项目、每一笔合同都谈成，这样我们才能有提成拿哟。那你是在乎公司的项目呢，还是你自己的提成呢？我都在乎。连小陈，你就是掉钱眼里了。哎，你还说对了，我有个外号就叫小财迷。说的也对。老板。陈总，陈总，喝水啊。喂，邓总。所以综合多方面评估，我觉得我们你要是忙的话，我们等会儿再谈吧。日本那个项目是谁让你给我驳回的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第一，这个项目不合适，有问题；第二，驳回是我的职责所在。严小姐，哎，邓总，没事，坐。咱们就是随便聊聊，不着急。邓总，您那么多大项目，肯定不急于这一个。你说，咱们这个项目是卡在什么地方了？就是内部审核的问题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一直在催着呢。哦，我懂了。Cindy 这个人吧，工作能力很强，但就是太自负，不太给新人机会。你说，其实这个项目吧，对我们双方都有利，就这么一直拖延着没有意义，到最后只能谈崩。严小姐呢是年轻有为啊，哎，我听说，
咱们这个项目是程总和乔总就全权委托给你了，是吧？嗯，那怪不得 Cindy 是有所忌惮的。既然交给你来负责，那你就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，对吧？就这些，这回你应该听明白了吧？没关系，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耐心、脾气好。什么时候你准备好、认真听了，我不介意再跟你说一遍。第一，我查了一下你要的资料，刚刚发你邮箱了。怎么了？这个呢，就是咱们之间的合同，你可以仔细看一下。可以让的地方呢，我都让。我是很有诚意跟 DH 合作的，并且通过这段时间和严小姐的接触呢，我觉着你虽然很年轻，但是很有能力，只是被一些人一直压着，不能好好的发挥，缺的就是一个机会。如果这次我们能合作成功，我相信严小姐一定会在 DH 一鸣惊人。当然了，我们日新科技呢，也不会亏待严小姐，我们会给你个人这个数。给我2万，20万。李辉，李辉，哎，报告马上就好。严小晨呢？严小晨，哦，他去日新科技了。他说他对这个项目势在必得。他瞒着直属领导去找了设计师，擅自把修改的方案直接递给了甲方。shit。严小晨，我警告你啊，不准擅自做主。不好意思。怎么样？没问题吧？我看了一下，邓总给我们的条件确实挺好的，我相信陈总和乔总也会非常满意的。对，但是什么？就是您刚才不是说您不着急吗？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着急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惜才吗？但不管怎么说，我相信我跟严小姐一定会合作愉快。可就算是我签了这份合同，没有盖上公章，它也是不生效的。如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是在权限之内执行的，那它就是有效的。你只要在这上面签了字，20万，我马上让他们打到你的个人账户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。乔宇，我的车在环创中心第1个路口，快过来帮我开走。对不起啊，邓总，这字儿我签不了。严小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
是这样啊，邓总。乔总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全权负责，但是辛总还是我的上司，所以我在签任何合同的时候，我都必须得通过他的同意，我不能越级呀。严小姐，做大事情的人一定要懂得变通。据我所知，我觉着严小姐应该是一个很懂得变通的人呢，怎么就在这件事情上不明白呢？邓总对我很了解吗？你们公司会调查我们公司的情况，那我们公司是不是也要了解一下合作人的情况啊？那我朋友正好在深思，听说了一些严小姐之前的故事，所以我才相信严小姐是一个做事果断、有思想、有能力的人，我才放心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你。并且据我所知，严小姐以前在深思的时候，也是瞒着上司做了一些事情，才离开了深思。所以我相信严小姐应该不会跟钱过不去吧，对吧？谢谢邓总您的赏识，但我不想丢了我现在的这份工作。毕竟有远见、聪明，而且有能力的人是不会在同一件事情上面摔2次跟头的。您说对吗？严小姐，你知道这个项目有多少钱吗？如果你觉着20万不够，我可以给你30万，而且价格还可以再聊。OK。哎，那不是第一支的辛总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邓总，辛总电话，我接一下。干嘛呀？把手机给我看看，快点儿！呀，哎，辛总、邓总在里面开会。我当然知道了，跟我们公司的严小晨嘛，他让我来的，没通知你吗？严小晨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为什么不接？你是要我帮你捡起来吗？啊，谢谢啊，邓总，谢谢。严小晨，1个小时之前我已经通知了你，公司已经取消了你在日新科技这个项目中委托代理人的职责，这个项目已经正式转移到李辉的手里。也就是说，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内，你签署的所有合同都不能代表公司生效。我刚看到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邓总，您看这实在是不好意思了，公司做了这样的决定，咱们刚才好在没有签合同，要不然签的合同也是作废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邓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希望因为我们公司内部的原因来影响我们2个公司的合作。不是，辛迪，你们一拖再拖，真的有合作的诚意吗？我们当然有诚意了，
只是你也知道，我们公司一直都是专人专管。那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在李辉手里了，也就是说，我还是严小神都无法在这个时候跟您签任何合同，遗憾。姚小晨，公司还有别的项目分配给你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哦，那实在是抱歉啊，邓总，希望我们能有下次合作的机会。邓总，本来今天我该请你吃饭，但是实在是晚上已经有约了，我们下次我请。再见。走啊，严小晨。你到底为什么不回我微信？我给你发的邮件，你看还是没看？我刚没看仔细。日新在财务报表上动了手脚啊！我跟你说过，不要自以为是、自作聪明、自作主张。耀晨，你以为他邓丽珊是什么人呐？出了名的老狐狸。人家用你是因为你才华出众，是因为你笨，是因为你好操纵。他早就把你祖宗18代查得一清二楚，挑中你的软肋一击即中。您在金融圈混了多久啊？就敢说自己调查全面？有些时候是要靠这儿的。我刚才把我和他的对话全部录音了。你不要以为这次你没有签合同你就没有错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公司也不用遭受这么大的危机。你回去给我写份检讨。没问题。你确定你没有签合同？我发誓，那笔连纸都没碰着。吓死老娘了！到了，先道歉。听说你写了5000字检讨啊？听说奖金要5万，心疼了？你心疼 ，Cindy 胃疼，你们俩真是彼此彼此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不知道他怎么搞定罗总的？魔女就是魔女，那位罗总啊，没上过大学，洗车工出身，平时说话特别糙。但是做起事儿来特别有原则。哎，他手上的项目好几个投资公司都盯着呢。他就是因为特别欣赏咱们陈总，所以才优先考虑咱们地业学。结果，咱们不是选择日兴了吗？哎，他一气之下就直接去找了重大金融，听说他要签合同了。Cindy 姐半路杀出，直接把他接走。干什么呀？罗总，真的是您啊！啊，好巧啊！哎，让一下。不是，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前面找个地方靠边，让他下去。好的。罗总，你看这2天我给你打了10几个电话，你秘书都说你忙，到了公司你也不见我，我们在这儿碰上了，太有缘分了。靠边，靠边。下去。罗总，请您务必给我2分钟的时间。上次的事情多有得罪，我一直想当面给您道歉。今天我带了瓶酒，都在酒里了。干嘛呀？我先干为敬。哎，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见得多了啊，别给我来这套。哎，
真行啊你！陆总，这还有一瓶。哎，别！您听我说，这一瓶，我就是想向您表达一下我们 DH 的诚意，希望您再给我们 DH 一次机会，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哎，妹妹，好了，可以，行了，别喝了，再喝出人命来了，别喝了，好了，哎呀，行了，你赶紧把这东西去了，快啊，快点啊！你怎么了你？陆总，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，胃好疼啊！掉头，去医院！啊什么？没看快出人命了吗？快！啊，好的。哎呦，你辛小姐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白瞎这茅台了你！快点，掉头！你厉害。那 Cindy 的胃出血到底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假的，傻不傻？还是觉得我老婆更靠谱吧？啊，那是当然。您觉得我们的方案还不错吧？不错。哎呀，佩服辛小姐，在我车里喝了2瓶茅台，直接去医院了，吓死我了都。来，辛总啊也夸您酒量非常。没有，比辛小姐差远了。希望我们还有下次。沈侯，我想问你啊，你为什么想来咱们公司做销售啊？还有，你对我们公司的服装有了解吗？了解，主要是运动品牌，针对的是年轻客户。那我想知道你能胜任这个岗位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我之前在一家比较成熟的服装公司做过类似的工作，所以做起来的话还算是驾轻就熟。你稍等一下。喂。我知道，我明天就去。胃出血而已，我自己心里有数，你别管我了好吗？就这样。沈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公司现在销售的这个岗位，所需要的人已经够了，不需要再有新的人了。人已经够了，为什么还要在网上招人呢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网上的信息更新有误吧，实在是抱歉。是不是刚才有人跟你说不要录用我？真想好好谢谢你啊！是不是你用了什么阴谋诡计，让你熟悉的公司不再录用我？你也知道，我们深思的服装生意做得很大，我在这一行的朋友几乎遍地都是。为难不了我，我能自己养活自己。哼，如果以你的学历和那点不用心的工作经历都可以让你养活自己，那这个社会对努力的人来讲就太不公平了。你也是时候需要感受一下什么叫挫折了。你想这样让我听你的话吗？不可能。大家听一下啊，今天下班，全公司一起 K 歌，大家好好庆祝一下啊！谢谢小总。晚上公司要聚餐，我就不回去吃饭了。你要是回去了，你就把我早上锅里有煮的汤热一下再喝，好不好？拜拜。
你怎么了？我在家修仙，行了吧？快进来！别笑，快点！哎呀，走！让我们一起祝贺 Cindy！ 祝贺 Cindy！ 哎，今天这么大的喜事儿，咱们是不是得请陈总、乔总说两句？这样啊，这个项目啊是乔总分配的，乔总说两句。我觉得，如果要损害自己的身体，喝这么多酒才能签成的合同，那这样的合同不签也罢。乔总啊，是为了员工考虑啊。对，辛苦乔总。好，今天酒没喝完，谁也不许走。坐。今天晚上咱们第一首歌谁唱啊？思妮姐，第一首歌就交给你了。放心，跟你这么多年，知道你唱什么歌。这首歌呢，是我唯一唱得好的一首中文歌。我想把它送给程志远。幸福刚刚来敲门，我不曾过问，迎来温柔的春，心口却好一阵的疼。点在空房间的灯，它渐渐不受冷，留下一束光给抱紧的我们。回忆翻成了旧账，嘲笑我愚笨，不再找你责任，得对自己多狠，不敢承认的错人，爱情啊我不高兴，好的坏人，坏的好人，怎么区分？活在过去的人如何对自己诚恳？诚恳对每份爱认真，还不够单纯。凭什么我们都很适合？回忆就来否认，是不是想要珍贵，只能拒绝每一个可能？程总，怎么奖励我啊？怎么了？对现在的提升不太满意啊？你知道我想要的不是这个。你也知道的，你想要的，我给不了。程总说了，今天晚上大家随便点，点的越多越好。程总买单。今天我们啊，不再来，敬陈总。这个周末大学同学聚会你来吗？我就不来了吧。哦，早就猜到了。哇，你这边这么嗨，玩得开心哦。啊，好，拜拜。哟，陈总，你怎么这么别扭啊？因为我没有调查全面，差点给公司造成重大的损失，所以觉得有点愧对于你的信任。Cindy 说你当时并没有签下合同，不是吗？
这不是现在你跟我保持距离的主要原因吧？因为我跟 Cindy 的关系。难道你也觉得 Cindy 是我的秘密女友？上司之间的感情故事跟我没关系。是，跟你没关系。那这样，你就当听朋友的情感故事。来。Cindy 是我的前女友，也是我在美国上学时候的学妹。几年前，我因为个人原因跟她提了分手。现在如你看到的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和合作伙伴。外国人还能做朋友啊？哦，我就是随便说说啊，你可以不用回答我。可能是爱的不够深吧。这话有点渣呀。是吗？也许你说的是对的。以前我对恋爱没有很深的理解，跟大多数的男生一样，觉得恋爱就是生活当中的调剂品。但后来我发现，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比恋爱重要的多。为了这些重要的事情，我已经没有心思放在恋爱上了。与其拖着别人浪费时间，倒不如给他自由，让他找到更合适的。这很对。但是陈总，经理姐会不会因为你私下对我比较照顾，所以对我有……这个你放心，我跟你的私交不会影响 Cindy 对你能力上的判断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 ？DH 为什么要录用你？当时面试官说 ，Everyone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。那个决定录用你的面试官就是 Cindy。真的假的？我以为他不希望我来 DH 啊。一开始，他知道你在深思，擅自越级，靠偷听客户需求，让设计师修改设计稿。他的确不同意你带着这样的习惯进入 DH。但之后，这属于品质污点，太可惜了。成绩这么好，为什么要给别人替考呢？那最后什么意思啊？到底同不同意他进入最后一轮面试啊？这可是原则性问题啊。那可不一定。Everyone deserves second chance。他明明可以蒙混过关，却选择诚实坦荡，就凭这一点，我觉得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一开始他让你做一些搜集资料的工作，虽然大材小用，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为了磨练你刚进公司浮躁的心情。你知道吗？金融圈小聪明是没有用的，只有脚踏实地的实干。还有啊，为公司签下项目赚钱固然重要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。这么爱喝酒，一桌子酒干嘛抢我的？你喝的不少了，不能再喝了。要你管！你给我松手！给我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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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indy 姐，我为我这次在项目中的争强好胜，还有鲁莽向你道歉。我干了。小陈，原来你这么能喝啊！我还以为你想跟我说的话都写在那5000字里了呢。
叶小晨，不要打喝多了让他送你回家的主意。他是我的。所以呢？你不觉得很有挫败感吗？不管我投了多少份简历，不管我多有能力，他们只要听说过我大学考试作过弊，没有学位证，就连面试都没有几家公司愿意。唯一的一个啊，还被我妈打回了原形。生活、工作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工作找不着，你可以创业。创业，你说倒轻松，创业需要成本，需要时间，需要头脑和想法，你有吗？我有头脑，你没有。哼。你干嘛？借我4万块钱。借我4万块钱。创业呀？创你个头啊！还债。你欠谁钱了？程志。你有病吧？你跟他借什么钱啊？你才有病呢！我会问他借钱吗？是小小问程志远借了16万，还高利贷。为什么会借高利贷？哎，总之事情很复杂，不是小小，是他妈妈。那为什么从16万变成4万了？你10万个为什么呀？你故意的吧你？你借不借？一句话。你没钱吗？我有钱问你借啊！我银行卡被我妈冻结了。你要是再问一个问题的话，你信不信我拿降龙18掌劈你？那我还用独孤9剑砍你呢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啊，是不是魏彤又把你给拒了？我今天去图书馆找他了，然后我俩……算了，没事。哎呀，反正比拒绝我还惨。到底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你卡被冻了，给你转不了账了，我只能给你拿现金了，一会儿给你取去啊。你后面什么打算？放心吧，我以后赚了钱，我第一时间还你啊。我用着你还呢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我是说你后面有什么打算？打算，就算我找不到工作，我这么年轻，不可能被饿死吧？总会有我能干的事情。上天入地，兄弟陪你。这里温度低，盖上，别感冒。不用。盖着吧。哎，志远，我好晕啊，送我回家吧。你怎么回去啊？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散了吧，我们，好吧？谢谢陈总，谢谢小总。李辉，你上次说你家离我家近，对不对？你顺我一段呗。好。拜拜，心丽姐，你安全到家啊。陈总，我们先走了。小雨，要不我送你回家吧。你送吧。你还能走吗？